见是场震撼。从此后，我心里被你填满。狂风中，暴雨里，心心相印。迎着风，迎着雨，笑容灿烂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策马奔腾；奔向你，让我们踏遍红尘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紧紧相随；奔向你，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也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，转眼间你用爱把我包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；为了你，走天涯，始终不悔。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永琪，我还要警告你多少次？如果你再不克制自己的态度，别怪额娘跟你翻脸。我对你的忍耐也是有限的，不管皇上有没有宣布你和欣荣的婚事，你现在都得避嫌，不要再和小燕子纠缠不清了。那天小燕子对我大呼小叫的，我已经对她失望透了。你不要再让我更讨厌她。额娘，我尊重你，敬爱你，我很想让您高兴，但是您完全无法走入我的世界，您限制我这个，限制我那个。现在您又公然告诉我，您讨厌我所深爱的女子，难道您就不怕失去你唯一的儿子吗？您就一定要这样做吗？永琪，你怎么说出这么重的话来？你还是我的永琪吗？我一直是您的永琪，希望您能够原谅我，爱我所爱。就算您不能，希望您也不要把它贬得一文不值。我现在得到了一个消息，我爱的人已经受了重伤，我现在已经心乱如麻，我必须要去照顾他，看望他。额娘，现在就算有一把刀子架在我的头上，我还是要去看他，您是拦不住我的。额娘，我今天非去不可。永琪，挖个吉祥。我有事要出去，就先不招呼你。白吉明，走。永琪，你回来！心柔，你刚才大概都听到了吧？永琪，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从来都不对我大声讲话。有的时候我不高兴了，他还想着办法哄我开心。他是个非常孝顺恭敬的儿子，但是现在他变了，变得我都管不住他了。娘娘，你不要难过。额娘跟我说，男人是天，我们女子是地，
天和地是比不了的。我们得让着他，依着他，这样就是我们女子的本分了。心如，那你会对永琪失望吗？于妃娘娘，别问我这个了。我知道娘娘的意思，也知道老佛爷和我阿母他们的安排。您不用为我担心，我不会对永琪失望的。小情小爱，不伤大雅。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？皇上还有几十个嫔妃呢，一样能治理天下。天下还是男子的大爱，我们女子只要帮助他，扶持他，照顾儿女就好了。如果女子只会吃醋，那还是有这样的女子吗？心如，你才是真正的识大体有大量的女子。难怪说大家闺秀，这个大字在你身上，我真正见识到了。谢谢于妃娘娘夸奖。哎，格格，哎，别去了，慢点，没问题，小心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没问题的。哎，格格小心，小心一点。小燕子，你的脚刚受伤，应该躺在床上不能动的，要不然你这样子受伤的脚会很难好的。哎呀，我要陪你去看香妃嘛。她今天受了那么大的下，又知道我受伤了，她一定好着急的。我要去安慰她，顺便让她看看我没事，我还能跑去看她，让她安心啊。这些紫薇都可以帮你转达，你就安心的躺在床上好不好啊，小燕子？是啊，格格，你别出门了，我们背你回床上好不好？是呀，格格，常太医都交代过，你要躺在床上养伤，不可以下床。现在才不过几个时辰，你就这样下床乱走动，要是伤得更严重怎么办呢？不会啦。小燕子，你怎么下床了？你的伤势怎么样？给我看看。娘娘不是把你管得死死的，出不了门吗？你还来我这干嘛？我这不是赶过来了吗？为了赶过来，我还跟我额娘大吵了一架，偏偏那个欣荣……原来欣仁格格在永和宫啊！我说这么多天，你怎么不来我书房斋了呢？原来是在陪欣仁格格，那你还来我这来干嘛？我脚断了，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要不然你来这假关心。哎，小燕子，你不要任性好不好？常太医说，如果你休息不好，你这条腿会废掉的。废了就废了，反正也就多一项缺点而已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你马上给我上床去休息。这条腿你不要，我还要呢。你不宝贝它，我宝贝它。如果你敢糟蹋它，我一定不会原谅你。如果我真的在乎那个欣荣格格，就不会听你在这大呼小叫的了。紫薇，安慰香妃是你的事儿，这儿交给我了。紫薇遵命。哎，放我下！你别动，进去再说。放开，放开！哎呦，哎呀！轻点。你听我说，我这几天没有来到书房斋，并不是因为我额娘把我看得死死的，我额娘是看不住我的，唯一能看住我的人就是你。为了让我额娘能接受你，我才会在她面前扮演乖儿子的角色。我每天帮你说好话，让她了解你的好。如果她不能了解，最起码会为了我这个乖儿子而接受你。我已经用心良苦了，你就不要再给我落口帽子。这些天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就插嘴，你不许插嘴！你神气什么呀？我腿摔伤了，你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，你还冲我吼！什么不许插嘴，我就要！我说不要插嘴就不要插嘴，你听我说。我听说你受了伤，我急得3魂少了2魂半的，这几天的乖儿子也都白做了。我跑到书房斋来，发现你不养伤，还想跑出去，你简直要气死我了！你听我说，如果你再不养伤，我就每天守在你身边，唠叨你，教育你，烦死你！我说到做到。你才做不到呢！你又插嘴，你再插嘴！好，我就插嘴了，怎么样？
你要把我怎么样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会怎么样？你，紫薇哥哥到。花马吉祥。紫薇啊，香妃娘娘现在关在屋子里面，不吃不喝的，也不让朕进去。你进去看看她，帮朕劝劝她，至少先吃点东西嘛。花妈，您不要着急，我会劝她的。这场大乱一定把她吓得六神无主了。小燕子的腿怎么样了？骨头有没有事？刚才太医看过了，还好只是扭伤，没有伤到骨头。刚才还有闹着过来看你，被五阿哥扣在书房斋。你先别管小燕子了，倒是你怎么不吃东西呢？早上没有被摔死，难道你现在想饿死吗？我没胃口，不想吃。你不了解我受的那种屈辱，在回部。这样女子的衣服被撕开，那是奇耻大辱啊！我懂。我刚进宫的时候，皇后以为我是令妃娘娘安排给花妈的女人，就把我抓到景仁宫的密室，扒了我的衣服，要验明我是不是处子。我当时羞辱极了，无力反抗，企图要咬舌自尽。原来你也有这种经历。是。后来尔康对我说，他什么都不怕，但是如果我有这样子的念头，他会彻底绝望的。以后我就变得更加坚强了。想想麦尔丹吧，如果他知道这件事，他还能支持下去吗？你要让他吓死吗？我被气糊涂了，以后不再这么做了。你听好，说不定这件事情因祸得福。花妈还在外面，我出去劝劝她，最起码让她暂时不要来打扰你。金铃子、银铃子，赶快把你们公主的饭菜拿来，她饿了。是，我们马上就拿来。紫薇啊，她肯吃东西了吗？那好，朕进去看看她。花妈，您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。为什么？太医开的药，她虽然都吃了，可是她精神还是没有恢复，心情激动得很。现在虽然肯吃东西，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勉为其难。花妈，如果您进去，她看见你又会好紧张，说不定又会激动起来。您还是赶快回去休息吧，这儿交给我好不好？你确定她不会再寻短见？那只是她一时羞愤、失去理智的行为。只要有我陪着她，一定不会再发生这样子的事了。花妈，其实香妃娘娘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她和这个皇宫更是不搭调。如果你爱她，何不让她回到她生长的地方去呢？她说了些什么？她什么都没说，是我感觉到的。事实上，任何人都可以感觉到吧。她很可怜，很孤单，现在被老佛爷和皇后娘娘这么一闹，她很害怕，看见皇阿玛就会很紧张。我看着她，实在是好可怜。好啊，那朕去休息，这儿交给你了。皇阿玛，香妃娘娘这么消沉，可不可以我和小燕子带香妃娘娘到宫外走走呢？到宫外去，这不太好吧？我可以让五阿哥、尔康、班画师陪着我们，他们武功高强，可以保护我们。让他去北京城看看，不是只有皇宫，只有宝月楼。皇阿玛，你可以完全相信我，我负责带他出去，再把他安全的带回来。我相信，只要让他出去走走，他的心情一定会大大改变的。可是小燕子的脚伤还没好，
怎么能出去呢？当然是等小燕子讲好了以后再出去啊。让朕想想吧，说不定这是个很好的提议。紫薇恭送皇阿玛。白念明，你没有骗我吧？小燕子他们真的能把韩香带来跟我相见吗？那个皇上怎么肯放他？不怕他跑了吗？你别毛毛躁躁，相信紫薇他们吧。尔康说的很肯定，连他都不相信紫薇能够说服皇上。总之，他们个个都说要你今天等在这儿，我们就乖乖的等。如果韩香能来，我会疯掉的。你不用疯掉，只是那2个格格用他们的人头来保证会被韩香安全带回去。等会儿，无论怎么舍不得，你不能耽误他们回宫的时间，知道吗？绝对不能害了这几个格格。何况那小燕子的脚还没完全好，只怕皇上变卦，拼了命也要成全你们见几面。你千万不要害她，知道吗？知道，我知道。OK。玉。你是风儿，我是山，缠缠绵绵。韩香，麦尔丹，我来了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韩香，韩香。韩香，唱一蝴蝶款款飞。莫在流连富贵荣华都是假，缠缠绵绵你是风儿我是沙。蝴蝶啊，蝴蝶，蝴蝶，蝴蝶，好多蝴蝶，它们是从哪飞来的？能够再和你相见，能够再和你跟蝴蝶一起飞舞，我像做梦一样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在梦里都没有这么美，被你抱着，被大草原和蝴蝶包围着。麦尔丹，能有这么一天，我再也没有遗憾了。不行，一天不够，我要一生。嘘，不要贪心，别让阿拉把这一天都收回去了。尔康，你这样做安全吗？皇上那边会不会派人跟踪你？已经防到了这一招，换了3辆马车，兜了好大一圈才过来，所以才会耽误了些时间。我非常仔细，确定皇上没有跟踪。皇上被香妃跳楼的举动吓到了，不知道紫薇跟他说了些什么。我想他宁愿让香妃快乐一点，先打消他寻死的念头再说。你出来一趟不容易吧？当然，有人跟我说，非让我想办法出来不可。我无法抗拒，死求活求的要跟着大家出来。老佛爷拗不过我，就只好放我出来了。当然，他也有他一厢情愿的想法，以为我这么想跟大家出来，是另有所图的。
什么另有所图？那个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只能画个大概，不能画出马尔丹的相貌。班杰明，快撕掉！今天这个画面只能留在我们的脑海里，不能留在画册上，不能留下任何痕迹。撕掉！唉，我可舍不得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哎呀，尔康说要撕掉，那就一定要撕掉。你的脑袋瓜还记不住这个画面吗？干！你不要乱翻我画册啊！我上次已经被你毁掉了1本了。小燕子不要跑啊！你的脚还跛着，地又不平，画册还给我呀！不好不好嘞！哎。香槟酒是我们大不列颠国为了庆祝才喝的。今天韩香来到这儿，让我们见识到人间最美丽的画面。下次不知何时才有今天这样的聚会，我们为这一天干一杯香槟酒吧。班杰明说得好，让我们干一杯香槟酒，让这个日子永远留在我们记忆里。干杯！啊，你说的。小心！小燕子、紫薇、晴儿，我今天太高兴了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么快乐的一天。蝴蝶，哎，蝴蝶，他们都跟着香妃，他们都来了。哎，蝴蝶，你跟我也玩玩呗。小燕子，小心脚啊！天哪，现在整个御花园都充满了含香的味道。我应该天天带着含香到皇宫里圈，让整个皇宫里面都充满了香味。蝴蝶，不要跑啊！喂，过来！你们站着别动，蝴蝶也会飞到你们身上的。
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。这就是韩香的传奇吗？果然，这个香妃不是普通人。这是什么魔法吗？老佛爷，皇后娘娘，奴才早就说了，这个来自回疆的香妃真是太古怪了，能够招蝴蝶，也能够降服人心，收服众人。儿臣叩见皇阿玛。叩见皇阿玛。这种美丽，真是让朕大开眼界。怪不得阿里和卓说你是珍宝，你真是个绝无仅有的珍宝啊！不管你这个珍宝有多么的难以亲近，朕真是太幸运了，因为朕能拥有你。紫薇，你带香妃出来走走，完全是对的。原来香妃快乐的时候，连蝴蝶也会跟着飞舞啊！朕希望以后能经常看到这种场面。提儿，来，几位，坐那，坐那。香妃这场招蝴蝶是我们的失策，皇上好像得到一件宝贝一样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更加放不掉香妃了。就是嘛，要记住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韩香正是因为有这个才能，才受了这么多的苦。现在她又露了这么一手，简直是弄巧成拙啊！什么皮肤无罪啊？这是不是皮肤的问题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再说了，就算是皮肤散发出来的香味，跟有罪无罪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本来就无罪嘛。皮肤不是皮肤啦。是啊，我是说皮肤啊，这皮肤不就是皮肤吗？哎呀，好嘛好嘛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跟着韩香跳舞的。那麦尔丹也说了，韩香只要一快乐，那就会招来蝴蝶嘛。我们也不能让她不快乐，对吧？我哪知道皇阿玛会来啊？好了好了，就算我皮肤有罪，好吧？虽然韩香这场舞可能是我们的失误，但是也让我们确认了阻碍大计划的最大原因，就是韩香身上的香味。麦尔丹7次失败的原因也是这个。所以我们应该研究能不能去掉韩香身上的香味儿。这个香味儿是种恩赐，也是一种魔咒。韩香说过，她和马尔丹私奔的时候，已经用了很多办法，都没有去掉那个香味。那要怎么办？我想，那个香味是与生俱来的，不是任何味道都可以遮掉的。我有办法了，我们不要总是在去掉香味上动脑筋，增加香味总可以吧？怎么增加香味呢？我们就去花海采集好多好多的花瓣，什么花都采，然后呢，把花瓣泡在洗澡水里，我们就泡花瓣澡，每个人都泡得香香的。到了实行大计划的那一天呢，我们就和韩香一起出门，分4个方向跑，那不就有4个香妃了吗？到时候啊，我们就绕着北京城跑，东一个香妃，西一个香妃，到处都香，把周边累死。说不定这是个好办法。这个创意好，小燕子毕竟聪明啊。那岂不是要把整个北京城变成花香的城市？那可不一定啊，说不定啊，到时候北京城就会因为我《还珠格格》改名叫做香城。韩香的香不是普通的花香，那个花瓣澡能够造成什么效果，我也有点怀疑。你不要弄巧成拙了。怎么会呢？哪来的这也沉着那也沉着啊？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
大不了我先试验一下好了，到时候啊，我试验成功了，你们再接着来，好吧？这就是我们家尔小姐跟尔康商业的秘密基地花海。你们也太有福气了，可以跟着小姐来到这儿，采到这么多花。那3大护卫和2位格格呢？怎么不跟咱们一起采花？刚刚啊，看见一个樵夫，他们说那边有一个山洞，他们几个就去探险找山洞了。咱们的还珠格格哪能闲着没事采花呢？那是我们才子和美女的事儿。就是。我家格格要洗花瓣早，让才子我也见识了花海。这儿虽然没有花果山漂亮，不过这儿花还真多呀。蹦嘚儿，你个认死扣的！这儿是人间仙境，可比你那孙猴子的花果山强多了。你怎么知道强多了？你才是瓜不唧大笨蛋！你敢叫我小蚊子大笨蛋？你只能叫我蹦嘚儿，不能叫我大笨蛋。啊？那有什么不同？不同，当然不同。蹦嘚儿是蹦嘚儿，笨蛋是笨蛋。你小凳子是小凳子，不是小椅子。别人要管你叫成小椅子，那就是在骂你，懂了吗？哎呀，你们这些什么跟什么，弄得才子小虫子我都糊涂了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叫小虫子对不对？那我叫你小秋野，是不是在骂你？那可不成，把我说成肉虫子，当然是在骂我。那不就得了吗？哎，好不容易出趟宫，你们几个吵什么？他们4个简直没有一刻安静，出宫也吵，在宫里也吵。4大才子不许吵架。我看着到处都有小野花，大家再继续采小野花去。好。多一点，我要让我的身上全部都贴满了花瓣。你的皮肤吃得消吃不消啊？别弄得皮肤上长满红疹子，那就惨了。不会的，永琪不是说了吗？皮肤无罪，所以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些花瓣有没有毒，万一采到了有毒的花瓣，那怎么办呢？不会啦，这茉莉花还可以用来泡茶呢，这桂花还可以做桂花酱呢。是，这个金银花、百合花还是药，可以治病的。来，小燕子，我给你胸口也贴一点，腿上也贴，全部都要香香的。来，弯腰，我往你背上也贴一点，手上，多弄一点，哇，好漂亮！哎，小燕子，你知道你身上有一个红色胎记吗？胎记，是我每天东撞西撞，所以重伤啊。哎，确实胎记。还是像小鸟一样的形状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叫小燕子了，原来啊是因为这个胎记。在这，哎呦，我看不到我身上的胎记。我只知道我从小啊，大家就都喊我小燕子。真的是鸟的形状。哎，那跟我还挺配的呀，没有长在脸上。来，多贴一点。香的。小燕子，你怎么能证明你和香妃一样香啊？明天一早我就到花园里面去引蝴蝶。我错过了香妃娘娘的蝴蝶，这次可不能再错过小燕子的蝴蝶了。等我试验成功了，到时候啊，每个人都能引蝴蝶啦。那我也要试试。我也想试试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引来一群蝴蝶，那岂不是成了皇宫里的奇景了？一只蝴蝶也没看到。再等一等看吧。它泡够没有啊？是不是不够香啊？泡了整整1夜，连花瓣都用了好几轮。我看是不灵，需要孙悟空来帮忙。孙悟空什么都会。我看也不灵，虽然我小桌子武功这么厉害，
但是我也招不来蝴蝶啊。就你的那些功夫，只能招来蚂蚁。去，乖乖龙地洞，我们这又是小虫子，又是小蚊子，就差哥哥的小蝴蝶了。对，别吵了，安静点。蝴蝶都被你们吵得不敢来了。是，大家安静安静。要是试验失败了，是大家的责任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我是那个姑娘啊，我就是这个姑娘。哦。好了，别弄得一身汗，把好不容易泡好的花瓣澡都给洗掉了。是啊，人家的香气是由内而外，你的是从外面加上的。香味没了是小，别乱耍特技又受伤了。你的脚伤才刚刚好啊！不为自己着想，也为常太医想想啊！你如果现在出事的话，常太医会倒大霉的。行了，你们别唠叨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我是花仙子转世，蝴蝶姑娘，快点来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我是花仙子转世，蝴蝶姑娘，快点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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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我是花仙子转世，蝴蝶姑娘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！好像有动静了。真的有动静了，确实是有动静。我是花仙子转世，蝴蝶姑娘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！Oh no！ 你招来了什么呀？怎么是蜜蜂啊？小燕子，快走啊！小燕子，快逃啊！小燕子，逃啊！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阿玛，我好惨啊！都是小飞娘娘害我。她站在草地上，就有一大群蝴蝶飞过来，我就跟着旋，结果飞来的全部都是蜜蜂。有七爷害我，说什么匹夫无罪。什么？启禀皇上，是这样的，《还珠格格》看见香妃娘娘能引蝴蝶，她回到淑芳斋突发奇想，想学一学，她就让明月和彩霞准备了好多花瓣，泡了一夜的花瓣澡。本来想引来蝴蝶，没想到引来一大群蜜蜂。原来是东施效颦的结果。这是什么大屏小屏啊！我都痛得满头冒烟了，你们大家还在这里笑我，你们要气死我！这么多人啊，这么多人，你们没有一个人肯去试验的，我才会这么惨。说来也奇怪了，那些蜜蜂怎么就找我不找你们呢？你们要是够朋友的话，就应该也是泡一下花瓣澡，然后再被蜜蜂蛰一蛰，这样才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嘛。花瓣澡，学香妃洗花瓣澡啊，
这可是朕今年听过的笑话里最好笑的笑话了。小燕子，这是朕的开心果啊！花妈啊，这么好笑，真的好笑。好吧，虽然我被蛰得满头的包，但是能让花妈您这么开心大笑一场，我也就值了。虽然我本来还想去找到那个疯，我打他一个稀巴烂给自己报仇的，现在想想，好吧，我也饶了他们了。班杰明，听说你脱下外衣一路护送小燕子回淑芳斋啊？你没有被蜜蜂蛰吧？朕听说白皮肤的人很容易被虫咬蜂蛰的，你没事吧？谢谢皇上关心啊，我没事啊，真的没事。哈哈，好，没事就好。长寿啊！哎，还珠格格有好生之德，饶了蜂窝，你的命就再搁着，好好的帮还珠格格疗伤吧。这样的满头包不治怎么行啊？臣遵旨。God， 难道白皮肤的人真的容易遭虫咬蜂蛰的吗？喂，你白皮肤有罪没罪啊？没罪啊，我没罪。这蜜蜂真狠，隔着衣服也会蛰人，还蛰了不少。还是让自己尝到苦头了吧。伤心不够，还要继续伤身嘛。所谓付出，不就是不计代价吗？今天我收到了你母亲的来信，我看你还是回大不列颠吧，这儿已经不值得你留恋了。No， 还不是我离开的时候，这些小伤只是被蜜蜂蛰了，难道只是因为几个伤口？师父就不要我了，就是因为身为你的师父，我已经不忍心再看到你的伤了。上次你差点没命，我就已经非常后悔把你留在了中国。现在看你执迷不悟，我更是难受。虽然我们的信仰是要懂得牺牲和奉献，但是你要奉献到什么程度？你那些所谓的生死之交，知道你受伤了吗？关心过你吗？怎么没有人关心他呀？我不是人吗？啊！臭小子，这驱毒散热汤专治毒虫蜂蛰，你啊趁热把它喝了吧。刚才啊，我给还珠格格抓药的时候，把你的一份也煮了。常大爷，你怎么知道我也被蜜蜂蛰了？嘿嘿，你呀，你什么事儿啊都别想逃出我的法眼。当别人不知道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看清楚了。郎老头，在我没有同意之前，不允许你赶走班杰明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。哎，啊，把你这些洋玩意儿都清一边去！来来来来。哎，我给你我的独家秘方，我包你马上消肿。来，还珠格格也有擦你的独家秘方吗？他也很快能好吧？心中留下了
轻的风，吹拂着我的脸孔，在我心中留下了缤纷的美梦。风儿阵阵吹，风儿阵阵吹，和风轻拂，寒风暴风。我饮下所有的风，有时欢喜，有时轻松。风儿阵阵吹，风儿阵阵吹。